3、2、1，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大家伙早喽！9月3号星期三，在墨尔本，小伙伴们看我们 MRC，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 MRC， 在王先生强势入境，我插个花。王先生也是 MRC 的了，强势入境。嘿 ，hello， 小北京，嘿，太棒了，都是熟悉的面孔。给我吧。Thank you. Welcome。啊，波士顿太好了，波士顿，知道，对，必须去的。说波士顿，必须去的。对，然后对，去感受一下，觉得那个。你是怎么开始看黑眼 TV 的？是那个高雄的一个前辈，对，一个大哥，也姓王，叫他军哥，他推荐我的。他说：“你看这个北京人，小伙伴。”小伙伴们，给你们介绍最内道这位戴眼镜的先生，他400米可以跑进60秒，从北京丰台来，对不对？丰台来了，现在还能跑进60秒吗？差不多，但是得努力。太棒了，太强了！你们看，四处都是悉尼的完赛服。哎，你好，乔爷，哎，这是花教练，哎，来，太棒了，很高兴认识你，好瘦啊！小白，所以真的看不出来，是不是？我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别的意思，真的看不出来，400米60秒之内的选手真的，所以还是得练。我23年那会儿还没认真开始跑的时候，刷到您视频的，正好那会儿刷到的是您在北京那边，对那边跑，然后结果就我把所有视频都给翻过了。谢谢你。对，然后现在马拉松多少成绩方便说吗？就是悉尼，257。昨天不是上周是在赛道上跟您打了个招呼。对，那会儿，但是其实我还挺认真在跑的。对，我看出来了。对，所以想着好好跑一场。真棒。是 PB 吗？这一场？是 PB 的。太棒了。因为去年尝试了一次全马，跑崩了嘛。跑崩了，跑了多少？345。345，那是很崩了，对吧？然后对，今年想着就是破3是一个目标吧，今年。成功了呢？成功了。赛道见着您可激动了，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就是每天都听您视频嘛，谢谢。哎，小伙伴们注意这个用词啊，听我的视频。对，因为在工作的时候，还有在路上的时候都会听。我录播客。哎，对，然后真的见着可亲切了，当时。我听您说话也特亲切。对，所以。当时那次在赛道上第一次见您，就是真人嘛。这次是咱们第一次见面，对不对？哎，第一次见面，第二次吧。不是，我说这一次来。哦，对，对，太棒了。我觉得你马拉松的空间非常大，有速度能力就很大。你这个235起步了，应该不是真的。你看我400米拼尽全力，64秒。半马和10K 都能跑多少？我10K 是刚刚跑出来的，是36分9。那空间还很大。半马是81分多。81分多，看到没？你多大年纪方便说吗？我29。明年30。正是拼搏的时候，对不对？那每周3这个1、2道也都不能用吗？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因为它使用太多了。明白。然后最近都是给它1、2道给它封起来。明白。对，跟观众们说一下，是小时候练过的，对不对？我小时候是跑过100米的。跑过100米的。其实不是跑400。100米能跑多少？原来？当时11秒87、82左右。11秒87、11秒82。对，手机跟电机的。你说的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大概中学吗？初中。初中能跑11秒。到高2之前。OK， 那11秒82是高中时候跑出来的。高一。对，初中还不太现实。对。First of all,
先从我们的动态热身开始。动态热身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做3组的 strides， 分别从70%到80%。最后你想到100%也可以做3组。最后一组呢，如果想比一下这个短距离100米冲刺的话，我们就比一比，但也没有什么奖励啊，大家自己悠着点。然后做完3组 strides 以后呢，我们再继续cool down，就在这儿绕个圈，大家聊聊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有我们黑儿 TV 的主播李博哥，然后呢还有来自台湾的王先生，恭喜他在喜马拉松 PB， 他的成绩是2小时40，跑步才不到2年，开始跑步不到2年，所以我们未来可期。谢谢。Hey, come on！ 你 superstar。香港 Kimi， 欢迎！恭喜你，你拿到了7星是吧？7星，恭喜恭喜！你们俩这完全不对。上去的时候死了。maximum effort 就是70%的最大的心率，差不多来冲一下。下一组80%，最后一组想要 race 的就 race 一组，好吧？我们先从100跑到对面 ，OK， 70%，3、2、还行哈，还行。哎，我最近会这个转身了，你知道吗？啊，说那个，对，鹤骨转身。对。走。你可以呀，可以。来，100米冲一组，试一试玩一玩，来，不竞速的在后面跑就好了，想比一比的到前面来，好啊，3人在后面跟着跑就可以了，在前面，来，在这儿，From 5, 4, 3, 2, 1，走。是98%吗？怎么100啊？16秒，哈哈哈！我们跑那么快，糟糕了，我摁。你太快了，你们看这个人，太谦虚了，真的。所以你看，我总跟你说，我说我速度能力不行，对不对 ？Hello。哎，大家伙早了。来，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 Jamie 这件。是2023年的悉尼马拉松，当时还是候选，对，还是大满贯的候选。悉尼马拉松梦开始的地方，对，我们 MRC 第1年出征悉尼马拉松，也是我第1年配速员。这呢，已经2025年，我们终于能挂上了 Abbott World Marathon Majors 的这个 logo。太棒了！我们都是让它
梦想成真的其中一个小小的一份子。对，而且这2位都是大前天的 pacer， 而且都圆满完成任务，而且认真跟大家介绍一下 ，Jamie 因为最后的 pacer 摔了一跤。对，最后而且还是圆满的 A 加达标完成 pacer 的任务 ，A 加是最高的，对吗？太棒了！明年就能继续做了，明年继续做。太棒了！如果没成功，明年是不是就不行了？哦，对，如果是 fail 的话就不行了。fail 的话要差多少才会 fail？ 好像他的要求只要慢就会 fail。对，只要没有在你的 target 之内完成，一般就是 fail 了。然后其他它考核标准是按30秒之内，每一个 marker 点是差30秒之内就不行了。那要求好高哈。对，这个手环也很棒，奥运的手环。对，这是在哪里买的？1年前我们这个来自于贾娥人家的礼物。哇哦，对，Jamie 送给我的。贾娥送给我手有余香嘛，送人玫瑰。太棒了！伦敦的你，小伙伴们看，6星的奖牌和7星的臂套，我们再次恭喜这位来自香港的跑者。早晨训练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家咖啡，但是说是咖啡，你们看。这边都是轻工的东西，这个是 Jamie 在这边 MRC 的 Jamie 在这边的一个小的门店，有特别有意义的东西。看，你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吗？是因为这双鞋是在肯尼亚跑过的一双鞋。然后我们再把镜头往上移，看到吗？这个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签的。我们采访一下这个小门店的主人 Jamie。我是服务大家的，还有好多的能量胶和水壶。哦，谢谢 Jamie。墨尔本马拉松，哇，这好有意义啊！24年，因为今年还没跑，所以先把去年的，然后再给你先好。谢谢 Jamie。这是我们跑团有自己的品牌，他自己刚刚叫 Foot ID， 是这边本土的品牌吗？对，他自己创的。太好了。刚刚做了冬天的帽子，他说让你挑，看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对，我喜欢这个红颜色的标，可以吗？对，很好看，很好看。这个是墨尔本的一个墨的一个，但是有点像墨汁，有个走，对，又有走的感觉，但实际是墨后面的点嘛，然后下面的土，然后叫墨本念，就墨本人。哦，太棒了！小伙伴们，我的第一杯墨尔本的 Magic。看这儿，小宇宙，小伙伴们，没准儿会在小宇宙上听到我哦。小伙伴们，也许未来有一天，黑影 TV 的播客会开播哦。哇，这是我们录播客的地方。这个是我的黄金海岸，对，黄金第三个全马，黄金海岸马拉松。这个呢，我当时就是训练过门这段时间，从这个时间其实我做 pacer 已经开始有骨裂了，这个时候是左脚的脚趾骨骨裂了。我还跑了个全马的配速员，之后还跑了个斯巴达的一个半马的 Beast 的那个，然后又跑了一个布里斯班的全马的配速员，又带着骨裂跑了一个，自己当时就想跑黄金海岸，目标其实是320，但是实在太疼了，又当时其实身体还感冒生病，后来一查是 COVID 的，跑了个338。然后呢，从7月份到墨尔本10月份这段时间都在恢复，所以我当年把全马降成了3公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恢复跑步，从把一个全马比赛降成3公里的走路跑，这是我第一次恢复到赛道，所以这块奖牌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2022年10月
从7月到10月这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恢复。之后呢，就开始了我的幸运之路，我的中了东京马拉松，2023年去跑了，这个就跑到了320。这个是跑到了330，这个是330，这个是325，因为刚刚重新恢复。再是墨尔本马拉松，这个是我破了320，跑了319。接下来去了上海，这是我的第一个国内马拉松。之后呢，就是这个是粤港澳的是一个国内的视障跑者，他当时找不到配速员，我正好在国内，我就帮他去做了一次配速。这是我第3个，就是国内的比赛，厦门马拉松这些都是跑着玩的，上马和下马都是跑着去感受一下国内的白金标赛事。所以我说跑完上必须要跑下，要有上有下。跑完这个以后呢，这又一年的西马的配速员。做完配速员立马去了柏林，跑完柏林又跑了芝加哥，这是3联赛。跑完3联赛以后，今年再次去了无锡马拉松。无锡马拉松也是天气太热了，所以没有真的去冲成绩，跑了个319。319以后呢，今年从中间还有一个波士顿马拉松也没有挂在这儿，跑了个330。波士顿之后呢，跑了个巴拉瑞特的半马的配速员。这是西马的前一周去跑的，我目前的 PB 就是巴罗沙马拉松，跑了个305。这个是刚刚我们完赛的这个西马的345的配速员的奖单，所以这就是我的所有的故事。我刚才跟家属说，我说我动心了，回来大阪我也得弄一个这样的小地方，我真的动心了，就至少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摆出来，还有好多韶音的耳机。小伙伴们，我又收到礼物了。Rain here, we shine。我们一般在这儿都会讲 Rain here or shine, we run， 就是不管是下雨、下冰雹还是阳光灿烂，我们都跑步。然后我稍微把它改成我们 MRC 的口号，叫做 Rain here, we shine。下雨或者下冰雹，我们都是灿烂的。太棒了！下雨或者下冰雹，我们都是灿烂的。对。阿團長知唔知你條柒頭跑唔到啊？太棒了！这一面清宫墙有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基普乔格签名版的清宫同款的帽子和我们 MRC 和清宫合作的这个 T 恤，这是因为清宫带着我去了肯尼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挂在这儿。然后呢，这双鞋非常有纪念意义，是当时我正在田径场上训练的时候碰到了基普乔格，然后这一双鞋就是他帮我亲笔签名的。这双鞋我就把尘土稍微擦了一下，然后红土地的颜色还是留在这儿的。上面这就是肯尼亚基普乔格训练场地那一块的红土，留在这儿了。我要跟 Jamie 开个玩笑，你们这儿入境的时候不是还要统计鞋底上有没有土吗？对，我写了，我去了肯尼亚，是认真的，我写了，然后他没有查我这个，我擦完以后，我就是为了就是做好了准备，他要查我这个鞋子，所以我特地把它擦完以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实在洗是洗不干净的嘛，对不对？而且这个更有意义。对。我们这儿是你报了，你去过肯尼亚、去过非洲以后，他要过人工通道，就不能过那个机器通道。然后这个保温水壶也非常有意思，它是伊藤对 Born to Run。这也是为了肯尼亚定制的。对，是的，是的。那这个现在能买到吗？还？那没。我猜观众的弹幕肯定会问，上链接。这个和导航大师不是同样的材料不是，导航大师是后出的。我最喜欢就是它流汗以后，它的版型还在，然后呢汗排的也非常快，所以叫导汗大师。对，这件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它穿上有型了。对，以前我认为轻功的衣服可能很薄，穿上以后可能会不那么有型，但是这个。然后女生这里的话要好好介绍一下，轻功今年开始为我们女性终于上了2款 bra， 这一款呢是他们的高强 bra， 这是最先上的，就是说为认真备赛就是要马拉松竞速的这些女性选手们做的一个武器。它非常好的一点是，首先它上面这2条是能调肩膀上的，然后下面这就不用说了，这是所有都有的一个调整的这个它的稳定性
和舒适感兼备。然后这是后来第2代出的现在的风情杯。风情杯它跟这个高强不一样的一点是，第一，它肩膀上没有去做这个调整，这样的话其实它的舒适感比有这个的调整带来说，它舒适感是更好的。只要你找到契合你的大小的话，它的舒适性和它的包裹度是非常好的。目前我的比赛基本上都是穿着这个风情杯。风情杯还有一点好处呢，其实它前面设计这相当于一个 pocket， 你可以放点东西，像小的盐丸我会放在这儿，就好拿，也不容易掉。因为你如果放腰带上的话，这个盐丸什么的太小了，容易拿掉。放在这儿的话，拿起来特别方便。这反而是女性跑者特有的优势。是的，是的。如果你想，你也可以穿。对，然后颜色的话就是这3个颜色，每一款都有这3种颜色。这时候弹幕就在说该要大冒险了。是的，对，特别好。但是我有一个，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就是其实女士还有一个优势，可以把这儿设计成可以放心率带的。对，是的。就不用下面这个地方。对，你看佳明最近出的那女士专用那是有2个夹子，对不对？是，就夹下面了。这要是真的能做成能穿一根带子进去的话，就酷了。而且我猜高驰那个心率臂带，就光电的心率臂带，贴在胸口，贴在只要是肉的地方，应该都没问题。对。所以这儿弄一个小扣把它放进去。对，然后洗的时候你把这个拿出来就好。对，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因为Insa 360那个 Ultra 新出的那个，它那个磁吸的那个东西，影视飓风出了一个专门为它的夹克，这儿有一个小兜，专门放它那个另外一块磁铁。我看到了，我看到那一块，非常有意思。对，我觉得这儿如果女士能有一个心率带的植入，会更酷，因为男士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一般的结尾是说，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一起努力生活。